美股3周涨了10%，对比之下，存个一整年才只有5%利息的国债就不怎么香了。当整个市场都在上涨的时候，我们如果只专注在保本，那我们的那些本金只会越来越不值钱。大家都在投资，凭什么我们赚的比别人少呢？那这个视频我就跟大家说一说新手小白如何投资美股，我们买什么，怎么买，能赚多少钱。首先呢，我们来看看像巴菲特、查理芒格、诺贝尔经济学家和那些基金大佬们是怎么建议的。通过定期投资指数基金，一无所知的投资者实际上可以超越大多数投资专业人士。兄弟，你觉得呢？我兄弟说的对，我们对一无所知、长期投资的投资者的标准处方是指数基金。我认为这比依赖股票经纪人更好。试图持续击败市场是很困难的。投资者通过低成本指数基金的多元化投资组合会获得更好的收益。被动管理、低周转率、低费用的指数基金是投资股票的有效方式。总结一下，就是小白新手投资者呢，你们买指数基金就可以了，而且选那种费用低的被动管理的指数基金。既然大神们都推荐购买指数基金，那我们买的指数基金可以赚到多少钱呢？我给大家看几组数据，一个呢是刚刚结束的股市中期调整，从10月27号到我录视频的时候11月16日，那 SP500 它涨了 9.49， 纳指的话涨了 11.63。这里解释两个名词， SP500 是指标普500指数，它跟踪了500家美国的大的上市公司。那因为它涵盖面比较广，所以说一般我们说的大盘指数就是说 SP500 的。纳指呢是纳斯达克综合指数，里面比较多的股票是科技股，这就是为什么纳指的表现要比 SP500 的要好一些。接下去我们看一下今年的表现。今年我们从1月1号到现在为止呢，标普500的话它涨了 17%， 纳指的话涨了 34%。 那我们把时间拉长到10年，10年的时间呢，标普500涨了 149%， 纳斯达克指数呢涨了 247%。 这基本上是迎合了之前一个观点，就是如果你把钱放在美股的指数里面，基本上7年你的资金可以翻一番。我们把时间再拉长一点，拉到20年的时间。在这20年间呢，美股经历了2个熊市，一个是2008年的次贷危机，另外一个是我们刚刚经历过的2022年的因为通货膨胀和量化紧缩升息的原因产生的一个熊市。那即便经过这2个熊市，目前为止的话，标普500仍然涨了3倍，是326的一个涨幅。纳斯达克呢涨了 619%， 是6倍的涨幅。我们大多数人投资都是希望有个长期稳定的回报，那我们就看一下30年的回报率是多少呢？那 SP500 的话，30年它整个回报是 876%， 平均到每年的话可能是 7% 左右。那纳斯达克呢，它在30年的整个回报率是1700多，那平均下来可能是 11% 左右的一个回报率，每年的话。那最近由于加息，国债的利率不错，有 5% 点多。那有些小伙伴就问我，投资长期国债的 ETF TLT， 那有没有比较好的回报率呢？首先，买国债本身跟买国债的 ETF 是2回事情。国债本身它是一个固定收益的产品，所以说你是获得它许诺给你的一个利息。那 TLT 呢，它是一个 ETF， 它是追踪国债的一个价格的指数，所以说它会有价格上的波动。那如果说30年前我投资了 TLT 这个长期国债的指数，我的回报率是多少呢？ 8.5， 是整整30年我获得的回报是 8.5。 那对比一下纳指跟标普500，更不要说 BND， 这是整个债市的一个 ETF， 它30年回报是负的 6.5。 所以一定要合理的规划我们的投资组合啊，不要在一棵树上吊死。现在我们知道了指数投资的可行性，也知道能赚不少钱，那我们该怎么操作呢？我之前有一期视频讲了指数投资的3个方法，分别是一次性投入、定期定额投入和越跌越买。不管是哪个方法，他们都经过了市场的验证，长期持有的话是能够赚到钱的。
当然，市场肯定是有波动的，相对于个股而言，指数投资的风险已经小很多了，但是市场的回测仍然是不可避免的。这个呢是美股90年的一个历史图标，虽然整体是向上的，但是它时不时也会来一个大跌，有的时候跌个30%、50%都是有可能的。那如果你追涨杀跌的话，那肯定会亏钱。那还没有怎么接触过市场的新手小白，我们可以先试试水，用少量的资金定投，等你慢慢有了自己的经验、风险控制，然后交易系统之后呢，再慢慢加大你的投资金额。关于指数投资，我也会像国债一样做一个系列。那市场上的投资产品很多，我们如果要建立自己的投资组合，我们需要了解不同的产品。我呢也会从风险最小的开始，慢慢往下讲。我就穿插着讲吧，国债还有好多没有讲完呢，但是我也不能只讲保本的产品，虽然这个风险小，但是赚的也少呀。我也顺便整理了一份指数投资的资料，链接的话我就放在视频的下方。最后，我以巴菲特在2020年股东大会上的建议作为收尾。在我看来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，最好的办法就是拥有标普500指数基金。人们会尝试向你推销其他东西，因为如果他们这样做的话，他们可以赚到更多的钱。